音乐厅、电影院、游戏中心都在这里啦！欢迎来到西奇尔宾开箱。大家可以看到，我今天坐在一个全新的场景里，这是我第一次在耳边市的员工宿舍去给大家拍分享。近期呢搬了新宿舍之后，我们老板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好的影音体验，就打算在客厅整一个高颜值的音箱。恰好之前看老朋友 Shelly 姐姐分享过，她家有一个一体式的流媒体音箱，是一台10000元价位的剑桥 Evo One。那在她的推荐下，我们也买了一台。在很短时间里，这个音箱就成了宿舍里面使用频率最高的家具。同事们不管是看电影、看比赛还是听音乐，都争着用它。今天这期视频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小东西凭什么能够让一群听着100万系统上班的同事用得这么得心应手。剑桥这个品牌有着超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历史，研发的音频品类很丰富，从 CD 机、功放、2声道音箱到这一类一体化的无线音箱，真的是应有尽有。虽然这个品牌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视频里，但我自己过往呢也接触过不少他们家的解码器呀、功放这类2声道产品了。和很多刻板印象里那一种慢、暖、润的老牌英国声不一样，剑桥的底子是偏还原的，中频风格不偏不倚，低频宽松，整体呢比较扎实。他们这款 Evo One 的声音呢，我觉得是在家族传统的基础上又加了一点调料，这个我就到声音部分再来细说。Evo One 的外观呢，是我当初选它的一个重要原因。它的胡桃木顶板再加纯黑布艺的配色，和我们宿舍这个装修真的是绝配了，也可以融入大多数的家居环境。另外还有一个午夜黑的版本呢，观感会更沉稳一些。机器的做工用料非常的扎实，工艺细节打磨很细致，质感优秀也很耐看。机身正面是一块彩屏，底下搭配了一排实体按键，可以去进行开关机啊、切换信号源、歌曲选择这类基本操作。上面还有显示歌词、专辑封面这类信息。那更完整的操作还是要通过手机 APP 来进行的。这里呢，我要特别表扬一下，它的按键手感很细腻，按下去的反馈呢干净利落，完全不会有松垮的问题。我估计玩音响的朋友都有类似的烦恼，就是你要教会家人朋友使用一个全新的流媒体音箱，真的不太容易。大部分人呢会被复杂的界面和晦涩的说明直接给劝退。Evo One 的配套 APP 呢是剑桥自研的 Stream Magic， 软件界面是以黑白为主，干净简洁，所有功能按键的设计都很直观。不管是切换音源、搜索网络电台，还是进行声学上的设置，基本刚上手就能很快摸清楚了。它的音源覆盖面很广，背后的接口齐全，除了可以蓝牙播放或联网播放流媒体平台 NAS 的音乐之外，也支持模拟音频输入，可以去连接黑胶机、CD 机，还能通过 HDMI ARC 来连接电视。在我们宿舍，不管大家是日常听歌、听广播，还是看电视、打游戏， Evo One 都可以完全融入。如果大家对音质要求比较高呢，我建议听歌还是通过 WiFi 推流，或者是读取 NAS 的音乐来聆听。WiFi 传输的信息量优势是很大的，声音的密度还有场面都是远远优于蓝牙模式，听感也会更干净。比起前面提到的花里胡哨的功能，其实这个音箱真正说服我的是它的声音表现。大多数同类无线音箱为了去打造所谓的一耳朵的吸引力，往往将 DP 的量做得很大，场面呢听着好像是挺热闹的，也或者是它会把中频做得很前凸，染色重。但这种偏科的声音得听不了一会儿就觉得很闷糊烘头了。那 Evo One 虽然外形呢长得很偶像派，但单元配置很硬核。掀开保护罩会看到里面扎扎实实放了14个扬声器，角度和位置都是精密设计的。多单元和大体积就让它能够提供很大的声压，并且大功率上能够保证全频段声音的平稳。我们宿舍客厅加餐厅面积大概是80平左右，每次开声呢，在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够听到很不错的声音。实际听着，它的声音密度是很高的，提供了常规一体式音箱不具备的那种分离度，声场也很开阔。如果闭上眼睛呢，我甚至会觉得我好像是在听一个完整的2声道有源音箱，而不是一个一体式的音箱。这真的不是一般的无线音箱能去碰瓷的。在调音方面呢，这
这个音箱走的是流行的走向，整体能量分布偏中下盘。它的人声是温润热情的，带着非常甜美的染色。听那些欧美华语流行的时候，情感的释放很充沛，同时低频起到了很好的烘托作用，量感澎湃但不拖沓，不会掩盖人声的表现。即便回放编曲比较复杂流行乐，面对那种错落有致的鼓点，还有极具张力的人声，它的演绎也很鲜活。我就选了一首节奏感比较强的欧美流行来给大家去演示一下。剑桥给我留下的印象其实是偏向正经的，不过对于EVO ONE这个产品，可能是考虑到主要应用场景呢是偏向流行乐的演绎，还有那种家庭音乐氛围的塑造，所以我感觉剑桥在调音上是着力去凸显了人声的情感，还有那种低频的澎湃能量，那听着就更加符合大众的口味了。平常看书、工作或者做家务的时候，我都习惯把它去打开放点 BGM， 干活时就感觉没那么低调了。前面我提到，除了听歌之外，大家平常还会用EVO ONE来看电视啊、打游戏什么的。它的动态表现在同类产品里很优秀，又有着不错的定位能力，比传统的回音壁听着更加的真实。在看电影啊，还有看比赛的时候，能够在客厅里打造出一种非常有沉浸感的音效。说实话，即便你不考虑它的音乐回放功能，就把它连接电视去使用，带来的声音体验，我觉得也已经值回票价了。这里我就演示一下大家看球赛的场景。切到禁区里边了，大门冲进了，贝林厄姆。下半场比赛又是刚刚开始啊，下半场开场不到90秒，3-2，贝林厄姆破门，英格兰队3-2，再次超出，本场比赛第3次领先了。另外，我觉得EVO ONE对于新手非常友好的是，它可以通过 APP 来解决最麻烦的摆位还有 EQ 调教的问题，发挥了算法的优势。在多数交用场景，我们最难解决的就是低频还有声音湿度的问题。低频量少或者说的快呢，声音听着就很飘；量感大，环境有驻波，你就觉得很闷糊轰头。如果湿度过高，声音就不干净，分离度差；湿度太低，听着又很干涩。那我们听音空间的一个形状、布局，还有音箱离墙的距离等等各种要素都很影响听感。StreamMagic 这个 APP 的好处就是，初学者不需要了解任何声音回放的知识，只要去输入简单的数据，音箱就会自我优化，提升特别的明显，门槛也很低。APP 里针对听音场景的智能优化方案有3大类，分别针对的是音箱的强键距、房间的吸音性能以及听音距离，调整的效果都很明显。扬声器摆放补偿功能本质是一个低频减益，正常音箱如果摆放离墙近的话，低频的反射声叠加，听着就会比较浑浊。这个功能通过设置音箱离墙距离，让软件减轻过量低频对整体声音的负面影响。房间补偿功能是通过算法来调整声音的湿度，在大理石瓷砖和玻璃面比较多的强反射房间，调整之后声音更加的干净。而在我们宿舍这种以木头、木椅为主的强吸音房间里，适当去增加湿度，可以让声音变得更加的鲜活。除了这俩之外呢，EVO ONE还有一个 EQ 功能，可以在低音量下对高低频段去进行补偿，保证听感整体的平衡性。所有的操作步骤都有对应的图片演示，简单直观。这里我就对比一下，在比较贴墙的位置，算法优化前后的听感变化。下面我们总结一下EVO ONE的评分。
发烧这么多年以来，我身边经常有各种亲戚朋友来找我推荐音响，他们不会像少我那样上来就要去组建什么 HiFi 系统，就希望音响能完美融入家居环境，手机点一下就能听，音质还要过硬。这其实也是现代音频技术发展的一个必然方向，毕竟人类呢都是爱偷懒的，但要找到这么全面的音响那可是太难了。像我之前评测过的麦景图这个传统 HiFi 品牌的无线音箱，声音确实好，但大多数在软件配套功能这方面都做得比较简单，设计也是太硬核了，可能基本上就只有商委会买单。而像 BO 这类品牌呢，确实它的体验设计都很优秀，但终究不是以音质为导向的，所以硬素质和声音审美就总是差了口气。我觉得剑桥这个带有一定跨界属性的音频品牌是少有的能够基本满足这些离谱需求的品牌。在 EVO1 身上，他们是融合了自己多年来在声学技术还有软件体验上的经验，让这个器材做到了低门槛高上限，既能够满足发烧友那种刁钻的耳朵，又能让初学者很轻松的就享受到好声音。这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观看，我们就下期再见喽，拜拜。